饱了，又还剩一点，你是会选择，还是或者一个字？根据各大权威机构的调查研究表明，美国家庭平均浪费约1/3的食物，德国为13%，而我国人均食物浪费量则为11.7%。重灾区则集中在大型聚会，浪费量能高达38%，学生盒饭也有1/3被扔掉。刚才这些骇人的数字只是属于生活垃圾类别，另外食品服务和零售部门也占了总量的40%。纵观全球，每年有13亿吨的食物被活生生的浪费掉，这些食物的总和可以让20亿的人不饿肚子，这是现在全球营养不良人口的2倍。除了加强我们的个人意识，为了大规模的减少食物浪费，许多国家和各种环保机构都做出了诸多的改变和创新。例如说，在尼日利亚 Code Hubs 这公司就通过搭建太阳能供电的冷藏系统，延长了食物的保鲜期，从而高效及环保地减少食物因快速腐烂而导致的浪费。在英国，一个环保人士发明了一个用剩余面包酿酒的方法，它不但没有被扔掉，它从一个保鲜期短的食物升级成了一个保鲜期更长的饮品。这个革命的创新让他创立的 Toast 这个品牌也广受认可。2015年，在丹麦，一个立志唤醒所有人不浪费意识的 APP 应运而生，叫做 Too Good To Go。APP 用户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购买到一些餐馆、面包店或者是超市每天的剩余食品。这些食品大多数是临近保质期的，有些甚至已经超过了保质期。但是商家只要将它们还界定为还可食用，都可以挂上 APP 上出售。APP 上线以来就非常火爆，评价也出奇的高。根据2020年的数据，单单在德国已经有450万顿饭通过这个方式被拯救。Summer 这次十分好奇，这个 APP 到底有多好用？通过这个渠道购买的食品会有差别吗？参与的商家又真的从中受益了吗？在下载这个 APP 以后，它会根据你的定位推荐附近参与的商家，商家可以自己规定什么时候放出他们 Too Good To Go 的惊喜袋。热门的商家往往在几分钟内就会被抢光。在尝试并观察了几天以后，我们终于抢到了附近伊迪卡超市的惊喜袋。这个价值10欧却只用3欧购买的惊喜袋，到底能不能给我们惊喜？我们在指定的时间来到超市，在信息台亮了一下我的订单，就快速又方便地取到了我的惊喜袋。袋子里面有1瓶500毫升的橄榄油，1瓶浓缩番茄，有机的巧克力，1盒土豆淀粉球，1盒威化饼，1包土耳其咖啡粉，然后又是有机的巧克力。虽然说 APP 上写的原价价值10欧，但是目测这些产品应该不止10欧。除了土豆淀粉包装稍有损害，其他产品看起来跟货架上没有太大区别。然后我检查了一下保质期，最早过期的是在5月份，也就是2个月前，最新的也在7月份也就过期了。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说，这些产品都属于水分少、不易变质的食物，我会选择在食用前再检查一下，没有问题就直接吃了。所以你们呢？随后我们又下单了一个面包店的惊喜袋，这一次是支付4欧可以拿到12欧的面包。在指定的时间来到店里，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是由店员直接从柜里给我们挑选并打包了一袋这样的面包，所以这个价值12欧的袋子里能装下这个量可以说是相当的足啊！我们的试吃员美美一一试了一下它们的口感和新鲜程度。除了这2个小面包稍微有点干，其他的虽说不能和早上新鲜出炉的比，但是也非常的物有所值。所以你们觉得呢？你们会选择尝试吗Wir würden jetzt zum Beispiel so Sachen wie Brot oder sowas, kannst du ja wiederverwenden. Also wir nehmen zum Beispiel Brot, dann trocknen wir es, rösten es im Ofen und dann wird es eingeweicht mit Wasser und wird zum Teil, ja, also es gibt auch eine gesetzliche Regelung, darf man bis zu 10% darf man zum Beispiel dem neuen Brot zufügen als Geschmacksgeber. Ja. Aber trotzdem, wir können natürlich nicht alles sagen. Also wenn jetzt zum Beispiel irgendwas ist, wie Brezen mit Salz oder wo Körner drauf sind, das kann man natürlich nicht einbröseln und einfach wiederverwenden und sowas ist eben gut, wenn das dann über die App geholt wird, weil das müsste man sonst tatsächlich wegschmeißen. Doch schon, also es ist echt gut vom Handling her auch, also man kann quasi einfach noch kurz vor Schluss einstellen, ob man die Tüten doch stornieren will, ob man noch welche dazu machen will, wenn man jetzt mehr über hat. Also das ist wirklich super, funktioniert alles gut und man wurde auch am Anfang total gut betreut.
man verdient jetzt natürlich nicht wirklich was dran, weil es geht von diesen 3 Euro, geht natürlich was an die App dann. Aber das ist eben genau der Punkt, wo man sich überlegen muss, ne, muss das sein? Und ich meine, man hat ja damit auch keinen großen Aufwand. Also wenn einem das ein bisschen am Herzen liegt, so wie uns, dass da nichts weggeschmissen wird oder so, dann sollte man das auf jeden Fall machen, irgendwas in die Richtung. Oder natürlich spenden, ne, wenn da irgendwas gebraucht wird. 我们三满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大家好，我们是马。大概心里面会有一个数，说就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话，食品浪费的那个程度会有多少？如果是以百分比，你说消耗还是浪费？浪费，我们家来算是3%吧。3%？你可以做到3%？对，我现在让你猜的是那个平均的。哦。哎，我太用力了，他在秀的3%吧。是凡尔赛，对，就凡尔赛高。你们会吃隔夜的披萨吗？会啊。不会。但是我尽量当天吃完，但是我真刚好剩1块，可能我第二天我已经尽量在控制自己浪费的那个恶习。没事，原谅你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责怪你。我觉得我责怪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浪费的人。他觉得他自己不浪费。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浪费的人。有点虚，对吧？我就静静的看着你。从小都会接受那个教育嘛，就是不要浪费，把里面最后一米饭要吃完。当时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当时就很害怕，因为我爸妈说，你这个饭要是不吃干净的话，你就会变成麻子，就长在脸上是吗？对，所以就是害怕小孩。我首先得说，我3岁就背这首唐诗嘛。是 ，OK。然后呢？因为我从小跟我爷爷长大，他一辈子都很节俭，然后他就跟我讲这首诗的时候，就讲那些农民伯伯呀，很累很辛苦，晒太阳滴着汗种出来的很不容易，我们得把它吃完，不然对不起农民伯伯。我就这么想，然后我就吃完了。但是那个东西离我很远，就大人他们跟我说，然后我会 get 不到说他们有多辛苦。我当时能 get 到哎。今天是凡尔赛的一天吗？对呀，好讨厌呀！凡太太，我靠！怎么说？我小时候是没有那个意识的，我顶多觉得大人讲的不要浪费东西，不要浪费食物，是说不要浪费钱。但是我是想象不到说一粒饭它是怎么从那个种下去，然后付出什么样的劳动，然后通过什么样的运输到达我这里，那它后面的那个价值是有多大的，我是不知道的。但是现在我会有这个思考说 ，OK。这个果汁产生是那个后面那个产业是怎么样的？你们会担心有一天资源会被消耗？就是肯定的。真的吗？我有这么近的恐惧吗？你知道我们为什么突然今年决定少吃肉吗？就因为这个温室效应嘛。科学家需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就是说那个时候必须要达到这个排碳量以内，这个地球的温度才不会提高多少度，才不会造成什么上升的危险。但是这个目标就光是人类吃肉这一项产生的这个碳量已经超过这个目标了，就不算汽车工业其他东西了。我们肯定是因为担心才决定今年就少吃肉。但是我觉得也要从就是技术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当然是就是每个人也要这样去做。但比如说你看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发展，就是北欧一直是做得很好嘛。其实中国现在电动车发展也是非常好，那就是政府也在大力推广电动车。对。就现在有一种生活方式是说，他是自给自足的。有一些人他有花园，然后他不吃肉嘛，就自己种粮食，自己种蔬菜，尽量不产生垃圾，可能1年最后就产生一点点的垃圾。这就是特别极端的一种崇尚自然的方式。像我们享受城市的便利，又是另外一种。我们去超市买菜，然后我们坐公共交通，他们可能就出行都是自行车，或者就不产生外力那种，产生资源消耗。这2种极端，你们是怎么去取舍的，或者说你们有过这样的思考吗？那肯定有。你说我变成他们不会，就做不到啊。但是我会想往那个方向靠。我能骑车的地方，我不会开车。就你是尽量往自己那边靠，就是尽量产生少的垃圾，是啊。应该也不会有人说故意要产生多的垃圾吧？就。可能他有些人他们有那个意识在，比如说我去买包装或什么的，就现在很多超市，德国超市它有那种叫 Unverpackt Station， 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带自己的小罐子去，就是尽量去做到这样的事情，或者去关注这
这个潮流。因为最开始人们都是这么干的嘛，就是你像农耕啊，对。然后当时没有很好的条件，然后或者说运输，正是因为大多数人有那样的需求，所以才会有城市啊，大家集中的住宅，然后你有这种方面的东西，就是其实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但是为了之后可持续发展，大家还是要尽量就是自己做到一些没有必要的就可以节省。但大方向来说，肯定大部分的人都是希望少消耗、少浪费的。但是其实问题是在于每个人或者你每个个体能为这件事情做出多少。那其实浪费食物有一大部分是在食品上架之前，它就已经在农场被销毁了，有些不漂亮的食品，就它每年产更多的量，为了去应求那个市场的需求，但是实际上它市场需求没有这么大。最大的问题还是因为人没有意识。是的，虽然我们每个人能为这个地球做的努力都很微小，但我们相信，只要这个努力的团体慢慢庞大起来，汇聚起来保护地球的力量，总有一天会超过破坏的力量。